近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深陷政治丑闻和抗议不力的双重危机，国内问题重重。首相菅义伟却仍在炒作反华议题，先是跑到美国联手拜登发布联合声明，大谈台海问题。周一又找上深陷新冠疫情危机的印度总理莫迪，在通话中对中国的正当海洋活动说三道四。周二，日本政府发布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再次渲染对中国所谓军事扩张以及在东海和南海日益增长的活动的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正告日方，纠正错误做法，真正把构筑稳定对华关系的表态落到实际行动上。据日本共同社周一报道，菅义伟于当天下午和莫迪举行了将近半小时的电话交谈。在谈话中，菅义伟老调重弹称，日本对中国在周边海域的所谓挑衅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他表示，日印应与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持续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就在菅义伟与莫迪通话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发布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再度渲染对中国所谓军事扩张以及在东海、南海日益增长的活动的担忧。蓝皮书声称，中国军力增强和在东海、南海的活动已成为包括日本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保上的强烈关切事项。此外，蓝皮书还非议中方出台海警法，妄称中国海警局船只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围的活动违反国际法，人为炒作，局势日益严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发布的这本蓝皮书大肆渲染中国威胁，但同时又将中日关系称作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希望日方纠正错误做法，真正把构筑稳定对华关系的表态落到实际行动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活动，是依法行使本国的固有权利。日本新版外交蓝皮书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对中国恶意攻击抹黑，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不仅对中方事务说三道四，日本发布的蓝皮书还四处点火，将独岛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将北方四岛称为日本拥有主权的岛屿，引发周边国家不满。韩国外交部当天对蓝皮书主张独岛主权一事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相关表述。此外，针对中国自然资源部周一在其官网和钓鱼岛专题网站发布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地形地貌调查报告，日本外务省当天通过外交渠道对报告提出抗议，理由竟是报告将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作为前提进行撰写。观察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日本近年来企图封杀中国对钓鱼岛的研究和介绍，捏造不实之词，对国民进行洗脑式教育，这种单方面剥夺公众知情权的做法非常危险。公开资料显示，中方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基于长期的历史调查数据，采用最新高分辨率卫星遥感等调查方式，获取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海岛和30米以浅区域最新地形数据，编制了最新大比例尺海岛地形地貌专题图，进一步完善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基础地理数据体系，对开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资源管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指出，日本最近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显示强硬立场，使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令不了解真相的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走低。以此为背景，加强有关钓鱼岛主权归属法理以及自然状况方面的介绍，有利于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认识钓鱼岛的相关情况。其实这几年，日本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做出了一些非常出格的这个行动。无论是日本的地方政府还是日本的议员，他提出的一些所谓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所以呢，我们中国政府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一种以正视听的这个行为。近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涉华议题上带节奏。上周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后，台湾议题时隔近半个世纪再次出现在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对此，日本媒体甚至一度造谣说，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冲突，逼得菅义伟在国会报告访美情况时紧急辟谣称，美日联合声明中完全不预设军事介入等内容。但据多名消息人士周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正式讨论台湾海峡出现突发事态时的自卫队活动相关法律运用，力图加强必要的防卫能力。
观察认为，日本政府持续炒作涉华议题，是妄图用外交工作来转移国内视线，因为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和抗疫局势已然火烧眉毛。此前，前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众议员吉川贵胜因深陷贿选丑闻辞职，自民党前参议员河井案里为拉票涉嫌向地方议员发放现金，违反公职选举法，被宣布当选结果无效。前国土交通大臣、立宪民主党参议员羽田雄一郎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一系列政坛地震后，日本参众议院决定重选和补选3位议员。周日开票后，3个选区获胜者均为在野党推举的候选人，执政的自民党3战全败。日媒指出，这是菅义伟上台以来的首次议员选举，也是今年10月日本众议院换届前的前哨战。选举结果对政权的打击不可估量，让执政的自民党危机感增强，也给菅义伟政权的运营蒙上一层阴影。因为自民党之前的目标是最坏也要保住1个席位。对此，菅义伟周一回应称，接受一切批评，并愿就此改进。同时，面向下届众议院选举，加紧重整政权运营。尽管菅义伟对外坚称执政党内很团结，但观察人士发现，自民党内部显然已经出现了担忧菅义伟执政表现影响众议院换届选举的声音。实际上，对于自民党来说，基本上是很难获胜的。但是对于那个菅义伟来说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盘，我觉得还是在的。所以呢，这次的这个选举，应该不至于对他产生一个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致命的这个影响。除了政治丑闻以外，另一严重影响选情的因素是日本民众对菅义伟政府抗疫表现的不满。日本目前第4波疫情肆虐，东京都、大阪府等地已经进入第3轮疫情紧急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周一累计超过1万人。专家指出，日本第4波疫情主要是由传染力较强的变异毒株引发，感染者越是高龄，死亡率越高。而日本政府用作防疫王牌的疫苗接种，从本月12号起才面向老年人实施，短期内难以有效降低死亡率。这几波疫情对于菅义伟来说，他们都没有处理好。咱们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日本的疫情一缓解，它的支持率就会慢慢的就是说恢复。但是如果疫情严重的话，它的支持率就慢慢的这个走低，所以基本上就呈现这么一种就是说态势。其实对它最关键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新冠疫情。好的，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苏女士你好，那么日印首脑举行通话，既谈到美日印澳4边机制合作的重要性，还对中国正常的海洋活动进行炒作。那么您对于此次双边通话有何观察呢？大家如果观察一些细节，会看到呢，这一次通话实际上来的是比较敷衍。在这个菅义伟访美的行程的过程中，日本呢就已经释放出信息，菅义伟在访美之后呢，将访问印度，与印度方面呢进行沟通。一方面呢，传达日美之间在进行合作、在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双方达成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同时呢，日本也希望为美国呢充作马前卒，来推动美日澳印4方机制的相关的建设，尤其是希望呢印度作为这个美国的非盟友，而仅仅是伙伴，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在菅义伟和莫迪通话的时候呢，明显看出的是，现在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深陷泥潭。一方面呢，近一时期印度和日本疫情呢都出现反弹，所以呢，使这个菅义伟此前设计的访问印度的行程没有办法成行，双方呢只能通过这种通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而从这个通话的更多的细节可以看出，通话一共时长25分钟，那么算上翻译的时间呢，有效的沟通时间也就是10几分钟。双方呢不可能谈及一些问题的重要的细节，而更多的是进行这种所谓的立场上的宣示。而很明显呢，菅义伟呢在进行这样的一次通话的时候，是试图呢显得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在进一步的推动此前日美进行沟通所达成的重要的成果，尤其在涉及到日本关心的东海的问题上，这个钓鱼岛的问题上，是希望能够通过向印度传达信息的方式来扩大日本方面政策它的这种影响力，是借这样的一次通话的机会来隔空进行喊话。其实呢，某种程度是麦克风外交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会看到呢，如此短的沟通的时间，以及呢只是强调一些所谓的这种理念上的共识，日方呢与印方呢确定一些信息，更多的是反映出
近一时期日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焦虑，而对于未来呢美日澳印四方机制的建立，以及日本所谓的地区影响力和在这个地区外交层面的地位的提升，并没有非常直接的效果。